哎，你说外国家长孩子大了不找对象，会不会催婚？也会。温迪已经把大胖媳妇逼到相亲角，替他妹妹物色对象去。温迪的大女儿就玛丽莎嘛，31了，在加拿大的海洋馆工作。前段时间处了个对象，是个华裔。温迪这心里啊挺喜欢，因为华裔的男性给外国人的整体印象是勤劳工作、攒钱养家。但是后来呢，俩人没成，挺可惜的。然后玛丽莎呢，现在就在海洋馆里天天跟这海豚唠嗑，加班不回家呀，就跟他待着。温迪就着急呀，所以上次来中国就问大胖媳妇，你看这儿全是华裔，在这儿找合适的呢。大胖媳妇说，找对象可难了。你看咱自己家人啊，我有话就直说，我肯定爱我妹妹，但是客观来说，她没房没车，赚的不多，心宽白又胖，爹妈靠不上，咋找？温迪说，你说的不是你吗？不是你吗？你咋找着了呢？温迪不理解，他就说，我想起来，在中国有一个奇观，就是从故宫出来，在公园里有个相亲角，那么多老头老太太，7老80的了，都搁那找对象。我女儿这么年轻，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大胖媳妇说，那老头老太太是去给孩子找对象去了，不是给自己找。玛丽莎想找，也得老人先去。温迪说，那你就先带我去呗，反正你现在长得也不年轻，不年轻。大胖媳妇还真去了，到那跟我说，我想了，咱们把格局打开，在这个硝烟弥漫的地方，大家都在拼啥？拼我有什么？那在这个领域上，我们肯定是没有胜算的，我们就得换种打法，另辟蹊径，拼我不要什么。虽然我啥也没有，但是我啥也不要。反方向的卷吗？反方向的卷吗？然后旁边就站个阿姨，替她女儿来的，举个小牌，上面是她女儿信息。真的啊，女32岁，海归博士，高薪职业，有房有车，父母能给带孩子。然后底下对男方的要求是这么写的：男1.68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没了。我给大胖雪读完，他都惊了，真有豁得出去的，我咋不信呢？哎，这属不属于恶意竞争啊？恶意竞争啊！然后就来个老头替他儿子来找对象的，就搁这看了一眼那女博士的，又看了一眼玛丽莎，然后问这个是不是体制内呀？大胖雪说，在动物园工作算不算呢？大爷说算，是北京动物园还是国家动物园啊？大胖姐说，那肯定不是北京的。老头一听，马上薅走了玛丽莎的简历。我说完了，这老头以为你妹妹在国家动物园呢。大胖姐说，他也没问哪个国家呀。老头都走了，大胖姐还捣鼓呢，咋赢的呢？人家是海归，咱这个只有海都没归。还有这工作是不是体内？啥意思？玛丽莎是喂养海豚，那可不去体内喂去。但是最后呢，就是有感兴趣的，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好消息。然后我就跟玛丽莎说，我说你要真有心，咱下次去的时候信息就得写详细点，什么车啊、房啊，很多人也报身高体重，这可能都得写。玛丽莎倒是很真诚，我身高1.61米，体重1。我说哎呀妈，你太真诚了。他说没事儿，我8月份不去中国吗？我到中国就瘦了。我说为啥呀？他说我看中国人都很瘦啊。我说这是啥逻辑啊？那你没看着你哥吗？那要照你这么说，你直接去阿富汗，到了就是石油公主，石油公主。但是他呢，还是有心就捯饬一下，就是靓丽一下的。温迪说这得你们帮忙。我的同事小蛋推荐了薄荷健康21天全餐，人家把一整天热量计算好了，吃啥都安排清楚，还顿顿变花样，都是中国人口味。我说薄荷10年前我就用过，他家还出了餐食，这可太适合懒人了。大胖媳妇呢就觉得希望不大，不怎么努力。温迪自己非常要强，给我设计了一个模板，邮件发来了，说我儿子不努力，他带去那玩意儿就没有设计感，感觉这人不用心。你看我设计的，你到时候就用 A4 的白纸给我打出来，别的话别说，中间就放一个玛丽莎的大照片，咱长得挺好看的，底下就2行字儿，玛丽莎。一个爱笑的女孩，你看我这个设计还不是说纯白纸，你看周围我还设计了一圈小花，到时候你就往出一发，咱要求的也不多，就详聊呗。我说哎呦我的妈，你这要求的是不多，但是你要的别人也不敢给呀，不敢给呀。最近呢生了一点小病，做了个小手术，先不要同情我。平时你在家想躺下，这个找你那个找你，全是事儿。现在往这一躺，啥也看不见，啥也不操心。我对外说呀，这个借着休息，我也要提升一下自己，读读书。但实际上呢，我这几天惊慌。医生啊，就跟大胖媳妇说，手术之后啊，好好照顾你老婆。大胖媳妇说，那肯定的。但是他对照顾这个词儿呢，他有他自己的理解。我说你呀，就在家管好孩子就行，你不用来管我。他说我一定做你最爱吃的东西给你送过去。在家做好了菜，摆完了盘，还用保鲜膜都裹好了，送到了医院。一打开哈，不是汤，不是粥，是厚厚切的3分熟大牛排，在病床前就硬给你伺候出一种如毛饮血的感觉。我都不再觉得我在病中，我觉得我就是武松，我就是武松，我要打虎。关键呢，牛排也就牛排了，他忘带刀叉了。他说媳妇你别着急，我出去给你要。然后出去之后，挨个护士站问你有刀吗？我说你可别问了，你再往里走就是肛肠科。搁那个地方，你说他敢给你刀，我也不敢用啊，我也不敢用啊。但挺贵，牛排咱不能浪费，就只能拿手直接抓着啃，都滴血。他说其实我这个菜哈挺有巧思的，我给你选的这块肉是 beef rump， 就是牛屁股上最好吃的那块肉。巧了，没有带刀叉，你只能啃。所以你面前这道病号餐的名就叫肯定能行，肯定能行。然后我妈在铁岭听说了，给他骂了。
肯什么定肯定，接下来这3天啊，就清淡，只有清淡，你懂不？我也不知道大胖媳妇是咋回事，他有时候记汉语他是错乱着记的，他早晨听的就是清淡，到晚上就记成了淡清。夜深人静，大胖媳妇摆好了20个水煮蛋，不自理蛋，不自理蛋。然后我呢恢复挺好，提前就出院跑家去了。回家发现妈就走了3天，翟奥达居然瘸了。我说翟奥达你怎么能瘸呢？翟奥达说我就在家蹦蹦床，学我爸后空翻掉出来了，脚崴了。我就纳了闷了，都说爸爸带娃活着就行，我看活着咱也费劲。没事，妈有新东西，这小度天天闺蜜机，27英寸的类纸屏，追剧超爽，不伤眼，还能自动唤醒。小度，什么事？我要看张彩玲脱口秀，能唱 K， 配上送的麦克风，这立体还原音效，随处可 party， 不能 AI 健身，这小人会同步我的动作，进行 AI 实时纠错打分，这就好像请了个私教，又不比我办卡。我后来实在忍不住，我问大胖媳妇，我说孩子摔着的时候你干啥去了？她说我在拉屎。我说你怎么老拉？你一拉一泼怎么那么长时间呢？胖姐说我2天吃了25个蛋黄，那叫一个干呐，那叫一个干呐！哎，我感觉我都能开到8指了。我当时真有心，我就顺转抛得了。我本来寻思吧，回家了挺好的，但是我妈又做了一个失策之举，非得让大胖媳妇给我补。大胖媳妇根本不知道啥叫补。我妈说，就比如买个鸡，比如买个甲鱼。然后我妈知道她啥事儿，老爱问我，就跟她说，你别老问她，你让她静养。你去趟菜市场，能补的这些食材你都能买回来。大老爷们这点事儿办不明白吗？大胖媳妇呢也努力了，带着翟奥达一起去的市场。鸡呢办的没毛病，到处问我要本鸡，人家没听懂，她查下词典啊，我说的没有错 ，stupid chicken，stupid chicken，yeah。给我挑一个最 stupid 的。至于乌龟呢，稍微有点难，翟奥达还一直帮他爸去搜啊。乌龟是 turtle 这儿 stupid chicken 这儿也没有 turtle 啊。爷俩在市场室内室外走了2大圈，最后还真买回来俩。但是呢，有点困惑，回家时候问我，龟买着了是吧？3厘米大不说，这咋还印个小猪佩奇呢 ？stupid turtle 啊 ，stupid turtle 啊。哎，你能相信吗？大胖媳妇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走错屋了，但毫不知情，跟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饭。昨天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饭局，咋回事呢？就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想邀请俺家翟奥达和拿铁一起去演一个电视剧，但是这个事儿呢就很耽误他俩上学，我就想婉拒他们。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说一会儿中午这个饭局啊，你跟我一起去，你到那儿就2个任务：1热情陪伴，2温和婉拒，能不能做到？大胖媳妇说能。但是啥叫婉拒？我说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好，以自己不好的理由拒绝对方。他说没有问题。结果中午俺俩是分头去的，我就堵高架上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肯定是要迟到了，你记住那2点没？他说媳妇没事，你别着急，我都记住了，交给我。到了现场他就直奔包房了，但在他眼里，什么海棠厅、牡丹厅、剑兰厅这些汉字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他就非常害怕走错房间，就一直在各个包间门口徘徊，直到有一个屋的客人认出他来了。哎，那不大胖媳妇吗？他一听那没错了，这就是组织，推门而入，先自罚3杯，然后就坐下，还替我道歉。彩玲堵车，一会儿就到，我先跟大家吃。好巧不巧，人对方话也接上了。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带来呢？我可喜欢你家的孩子了。大胖媳妇很警觉，开始婉拒。孩子们在家，拿铁现在应该在抠鼻屎，然后吃。翟奥达这个点应该也开始闻脚丫子了。他们生活中其实是有点恶心的，说实话。然后对方有个大姐说，我不管，我就爱看他俩，长得像小外国人似的。大胖媳妇以为他是这里边领导，大胖媳妇说，你要真喜欢长得像外国人的，俺家长得最像外国人的，肯定是我。我可以演电视剧，我演过。对方哈一桌6个人，没有人能听懂他想表达什么，但是也没有人在乎，因为大家都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外国人他进来也就进来了，他为什么不走？就这样，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喝了25分钟。我到了之后，我赶紧进屋找他们，一进屋发现大胖媳妇根本没在，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啥去了？大胖媳妇那边都喝嗨了，告我喝着呢，你快点的。我一听完了，肯定出岔子，我就开始满饭店找他，我心里这个气呀，但是我同时安慰自己，张彩玲，你不正愁最近大胖媳妇太正常，视频都不知道录啥呢？你要相信你的男人，你终究是多虑了。最终我在隔壁的隔壁找到了他，脸都喝红了，桌上除了他我一个也不认识。见着我，大胖媳妇跟我说呢，哎，你可算来了，放心吧，我说的非常好。我一进屋一个婉拒，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电视剧的事儿，人家还问呢，彩玲你们干啥呢？我猜是不是录恶搞粉丝短视频呢？我说恶搞粉丝我的确是没想过，但是短视频肯定是要录了。那大姐特别热情跟我说，她从进屋开始我就开始录她，你把热点打头就传给你。这事儿太丢人了，为了挽回颜面，我逼她下血本送了我一套赫莲娜新年非凡礼盒，有黑白绷带面霜和新品黑绷带眼霜，这么有品位的礼物瞬间给我拿捏了。新年送她，祝对方一展龙颜，心意满满，和大胖媳妇一样成为高分段送礼选手。后来回家我就说她，我说你是怎么做到跟一群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她的回答吧，居然还有点心酸。她说，也许对于你来说，只有那一屋是陌生人，但是对于我来说，整个饭店都是陌生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陌生人。能不能一桌吃饭，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缘分到了，你也有责任。你一来那么老晚，你是上错车了？我说我车没上错，这个事儿你不懂，我这个叫上对花轿嫁错郎，嫁错郎。